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看法，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必荣老师，大家好啊。另外，清华大学 EMBA 讲座骆秉宽老师，何荣好，大家好。还有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继大哥。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知道这个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打伊朗呢，已经进到了第3个礼拜了。3个礼拜马上过去，即将要进入第4周啊。到现在什么时候会收尾？目前的关键点在于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在谁的手上？伊朗宣布封锁荷姆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冲击到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啊，包括经济也受影响。而现在呢，又传出了也门的胡塞组织要进一步，他们要跟进。他们说呢，要加码跟进，因为根据俄新社的报道，胡塞政治局成员布海提表示呢，为了要支持伊朗，他们也准备跟进封锁另外一个海峡，叫曼德海峡。在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相关的地图哈。好，那这边有个图板，让大家快速来了解相关的地理位置。我们看到的就是呢，现在在讲的是这个关键，大家这几天一直在讨论的荷姆兹海峡在这边，而我们目前讲的这个曼德海峡呢，就是在荷姆兹海峡的东南方左右，这是阿拉伯的整个半岛。这个曼德海峡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红海通往阿拉伯海，那在过去呢，就是我们所在的亚洲了。所以现在也门的胡塞组织说，他们呢在荷姆兹海峡之后，现在也要进一步的来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呢，它是连接了欧亚非这3大洲的水上走廊，占着世界这个海上石油贸易量啊，总共看了一下数字是6%。2025年上半年，每天大约有420万桶的石油是通过这个曼德海峡。那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呢，在沙烏地阿拉伯这边呢，一直是透过输油管，把几百万桶的石油从波斯湾输送到红海，然后改由在红海的盐布港来装载原油。当然，我们也知道，最近盐布港呢受到了攻击啊，一度宣布是暂停装油，后来又恢复。好，那如果胡塞组织现在又宣布，要来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不过，因为曼德海峡它跟荷姆兹海峡，虽然说我看了一下资料，它最短的这个距离哈，就是海峡大概就是32.2公里，但是封锁真的这么容易吗？先请嘉靖哥。我想啊，首先我必须要澄清一下，其实这个胡塞啊这个组织啊，现在来凑这个热闹。我实际上是就是说班门弄斧啊，在骆老师面前，这个有点趁乱入室啊，趁火打劫的味道。但是问题是，蹭一波是吧？对啊，但是问题是蹭这个事情，事实上是搞错了。您看一下你那个地图哦，来，那个盐部啊，是距离曼德海峡要往上北，大概已经有2/3的地方，那个位置是盐部，大概距离它1100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那个是横跨整个沙烏地的这个中间出来，所以对，大概就是您刚才落笔那一点，这个地方没有上面在对，那个是盐部，所以呢，那个是整个这样跨过它的腰部，那边的油都是经过苏伊士运河往北走，所以呢，这边封啊是根本没有。以往是因为绕经啊这边啊波斯湾出来，然后绕经阿曼、也门，然后这样你在这个封才有用。那另外一个替代的输油管是从UAE，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一直到阿曼的，就是靠近对，靠近阿拉伯湾这边啊，是吧？这边。那个边呢是往亚洲，所以你这个曼德基本上来讲，在这段时间啊，这个大游轮呢走的反而不多，但是呢宣布是有心理的震撼。那比较这2个这个海域，你可以看得到，曼德海峡啊是有替代航道，最多绕远一点嘛，绕非洲，也绕也就绕过去。但是目前呢，基本上它是用替代的油管跟气管，然后到那边到烟部那边接了，然后往这个输往欧洲，对，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根本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他封锁的目的。那就这2个海峡而言，这个荷姆斯海峡是这个阿曼跟这个伊朗两边来，但是呢，在曼德海峡是这个厄立垂亚还有这个
吉布地还有也门这3方。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也门这个地方是有比较足够做的这个军力，对，然后这个胡塞，然后在这边形成干扰。但是呢，紧邻的那边啊，这个吉布地啊，是各国都在那边，对，都在那边租借这个就是租借军事基地。那事实上，上次呢，就是说很多人把它判定说他这个做的封锁并不是那么成功。我觉得我们要纠正那个观念。这个所谓成不成功，不是说把它封得死死的就叫成功，滴水不漏那种感觉。对，不是，你只要能够改变了它整个航运的生态。而且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无论这个物资的供应链或者制造业的供应链，以及资本链呢，就是说资本市场啊，那个波动的它这个整个资金链，你假如说整个产生了会有一个链波效应，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你今天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你不能讲说它没有完全成功，只要造成心理上的影响都算是。到今天为止这个航运界现在那个就是保险费还没有降下来，而且航运整个之中到现在那个就是这个丹麦的这个 Maersk Line 还这个航线都还没有恢复。马士基对，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你不能说是因为还是有这个穿越漏网之鱼你就认为它不成功，就跟很多人现在就在讲说这次伊朗封锁荷姆斯海峡还是有这个冒险穿越还是有这个偷溜过去了。当然这个百密自有一疏，但是整个航运界的生态以及这个整个航运市场、资本市场，那都受到很大的干扰。所以胡塞组织我们讲蹭这一波，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个当然存在感，表示支持，不存在感是重要的。OK， 因为你存在感就代表了发言权，就代表了政治的影响力。否则在这个时间为什么要趁乱入室去捞一把蹭一下，对不对？这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心想的预期。但是呢，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只要任何军事的行动造成整个世界就是这种联动的效应，它基本上就是成功的，没错，而不是说你一定要说100%的如何，那绝对不是这样的。只要市场受到了这个心理的一些影响，产生了波动，甚至是这个波动可能是延续的，而且是短期波动，也许还好，但如果是造成未来就是大家不确定的这个预期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当然，这个除了封锁荷姆斯海峡之外呢，根据彭博的报道说，伊朗对卡达的攻击也导致了世界最大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这个地方叫做拉斯拉凡工业城，在4号跟6号的这个生产线都受到严重的损坏。这2条生产线呢，合计年产的量是达到1280万吨占卡达年度液化天然气出口量的17%，而维修工作呢将需要长达5年的时间才能够完成。那么卡达能源公司呢，预计将会损失大约200亿美元的收入。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呢也再度警告，他们要对全球各地他说在观光景点要发动攻击。他就举例像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只要是伊朗的敌人，就将不再安全。而面对现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也表示，目前以色列会遵照这个川普的要求不再攻击伊朗的能源设施。所以现在看到美以双方打击的力道，他们虽然说现在打得顺风顺水的，伊朗也没有还击的能力但是战略上包括力道上的考量，还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以能源供应的不影响能源供应为主那这会不会是继续打下去美以的软肋呢？老师？对，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中东战争我们现在看的就是你就看卡达啦，或者像什么公园、休闲区、观光胜地，我们看的基本上是战争会不会扩大那么或者我们讲外溢。那我们想说战争扩大呢，其实有2个概念，一个是水平的，一个是垂直的垂直的扩大呢，那就是武力攻击的这种程度你越打，比如原来小的什么燃烧弹后来变成火箭啦、飞弹啦，这种是垂直的这个扩大。横的扩大呢，就是看地区地区你是从这个中东呢，或者扩大到世界别的地方互相扩大。你看现在我们看到的，当然你美国、以色列打伊朗，或伊朗就算扩大到波斯湾，这是一个扩大，对不对？然后事实上，现在西线的战场已经开了，比如说以色列他打黎巴嫩以色列打黎巴嫩，所以黎巴嫩呢，所以事实上叙利亚也怕说会不会外溢到叙利亚那叙利亚也担心，那么所以叙利亚也跟这个伊拉克的政府也讲你小心你内部的那些亲伊朗的民兵，你不要打到我是叙利亚这边来，或者黎巴嫩的这边外溢到叙利亚，这是西部的战线。
南部的战线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讲胡塞啊，胡塞或者到底它也许不管是曼德海峡，它是红海给你造成一个困扰，你的这个 cargo 货运过不去，那已经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啊。所以你看它有东线、它有西线、它南线。那现在又讲说，那我跟你扩大到世界各地的公园、休闲、观光胜地，那就扩大，到处遍地开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所以伊朗它其实也在很仔细的在估算，那你都做到一个什么地步？你说我们常讲说，如果说今天扩大，有没有一个点，你做到什么红线或什么东西引爆以后，美国地面部队就来了啊？美国这边有一些中东问题分析专家呢，因为传统上我们都认为，美国如果地面部队进到伊朗，你会陷到泥淖之中。但是另外一批中东问题专家说不是，他说伊朗事实上你地面部队进来，对伊朗来讲那是个梦魇，你知道，因为他这个地面的部队很多其实很糟糕，没有办法阻挡美国的入侵啊。不管你怎么说，但是美国会不会派地面部队进来，要看你这个扩大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不管是垂直的或水平的，大家都在算哪一个点我可以容忍到什么地步，或哪一个点忽然引爆的后果不可收拾。对啊，所以我说的话是吓你，或者我要造成全世界造成震撼。那么最好攻击一些人，让别的国家给美国一些压力，给以色列一些压力啊。美国国内也讲说不要再打了吧，这可以停了吧？首先造成心理上的恐惧。对，然后就是你可以川普会觉得很大压力嘛。你这一打下来，会不会陷到泥淖之中？然后他的 MAGA 的这个阵营已经开始逐渐分裂了啊。那川普在想，那这样再打下去，我期中选举还要不要选？所以它造成的整个影响，先看打不重要，重要是我先讲完以后再看下一步。啊，所以变成我们分析这个美以伊的战争呢，必须随时根据不同的情况，随时调整它各种的可能性。对，所以其实看到荷姆兹海峡现在其实这个心理效应已经产生了，就是虽然说我们讲这个这么宽，然后你真的要完全的封锁，像刚刚靖哥讲到是不可能封到这个滴水不漏，但起码在这边的商船已经卡在那边很久了，然后呢，你说敢动吗？动的话，几艘被打击到了，那保险公司也觉得太不划算了，这个船运公司也觉得太危险了，好，所以风险就来了。所以经济上的效应呢，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影响了哈。伊朗的这个持续攻击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全球经济不只是美国也好，中国大陆也受到影响。像是美国这边呢，我们看到美股主要的指数在3月20号开盘走低啊，这个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36.64点，纳斯达克呢下跌123.47点，标普500是下跌17.22点。中方这边呢，路透社也分析说，伊朗的冲突抑制了全球的消费力道，因为通膨可能会造成涨价、消费缩手，所以呢，造成中国大陆的出口可能会受到冲击。那这又会进一步呢加剧中国大陆呢国内需求的疲软，而且很多企业啊，这个无利可图，就会减少投资，影响工资的发放，所以消费增速也会进一步的放缓。也有经济预测模型就指出，油价上涨25%将会使得中国大陆的 GDP 增长呢下降0.5个百分点。所以，如果我们从经济冲击的这个角度来评估的话，陆老师觉得现在预警，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刘老师也特别提到，那个点一直在调整啊，那个临界点到底要抓在哪个时间点以前？这也是川普现在必须要在做决策之前好好的盘算的。的确，这个点是真的是非常重要。那但是中国跟美国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中国它受到，因为伊朗90%以上的油是出口到中国，所以中国在油方面它的压力就相对比较高。虽然中国在今年它已经进口的比去年同期又增长了大概15%，所以它已经也大量在储备它的油，目前是有库存，但是还是会影响，因为它的成本还是会提升。尤其中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这跟美国以进口为导向的国家两个是不一样。是，所以在中国来讲，它的成本势必提高，那对它目前经济疲软的现象是有相当的冲击。那美国呢？我们从3月18号鲍尔在 Fed 主持的那个记者会看得出来，他对美国冲击影响大不大？那鲍尔说，因为战争情况不明，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影响通膨，所以我们目前也不降息。但是升息我可能会视为一个选项，立场很鹰派。他最主要论点，而且记者一直问他，那到底会不会影响？他说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说了7次 I don't know。所以美国也在观察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因为目前美国的失业率是4.4%，还在他能接受范围。那它 GDP 第4季是1.4% 的成长，
然后通膨呢是2.4，都是目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但是如果这个战争持续进行的话，那就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们说这个短期的通膨现象好像目前开始只有在油价反映出来，在其他的还没有扩张到其他领域。因为我们发现很多风险的资产目前并没有增速，像黄金最近在跌啊，这个咖啡在跌，可可在跌啊，瘦肉、猪肉也在跌，所以这些在跌的现象正好抵消了可能产生的通膨的这个压力。所以目前美国也是在观察，到底这个战争持续下去会不会对美国的通膨会比较大影响。所以这个点就是双方都在观察，但是对实体经济来讲，中国应该是受伤比美国重一点，因为美国它是产油国家，它是目全世界最大的产油国，而中国呢是全世界最大的进口油国，所以在这里一相比，所以美国的这个它的负面效应会可能被它赚钱的抵消掉了。是，那您评估啊，就是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分析看法是认为说，4月底以前这个事情必须要结束，就是再1个月啊。但是已经眼看就马上到3月底了。我觉得这个时间就完全取决于川普的这个决定，而川普他的决定受制于2个原因，一个就是他能不能掌控荷姆兹海峡，啊，这是他我相信他第二，他能不能想要把他这个伊朗的核设施能够很精准的找到，对，如果他能够成功的占领，让荷姆兹海峡通航的话，那这个战争应该就结束了。OK， 所以现在呢，还有一个观察重点，等一下回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呢，美国现在也有在打算在战略上是不是要来攻占哈，就是占领这个对于伊朗来讲石油出口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就是哈尔克岛。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我们持续来关注中东的最新局势。那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他们的报道说，川普正在考虑要占领哈尔克岛这个地方，那迫使伊朗呢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因为现在刚刚讲到说荷姆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是关键。伊朗方面也展开强力的反击啊，像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声称他们用防空系统最近击中了一架美军的 F-35战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没有承认战机被击落，对外宣称的说法是 F-35是已经安全降落哈，当然。有没有损伤？目前还必须要进一步的来确定。也强调说，这个飞行员的状况是稳定的。《华尔街日报》3月20号则报道说，伊朗最近还对距离4000公里以外的英属印度洋领地迪耶戈加西亚岛发射了2枚中程弹道飞弹。这个岛呢是位在马尔地夫的南方。除了是英属印度洋领地之外呢，那么也是美国部署轰炸机、还有核子潜艇跟驱逐舰的战略基地。所以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哈，我们现在看到美方就是川普这边的战略呢，是占领伊朗的这个哈尔克岛，因为它这边是产油跟出口的主要重镇啊，那希望能够得到这个德黑兰啊，他们能够答应来开放这个荷姆兹海峡。当然，这是理想的状态之下。可是呢，你要占领这个哈尔克岛，目前的分析也看，你必须要出动地面部队，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目标。因为呢，这是目前如果出动地面部队，它损伤造成最低的一个前提之下。好，那当中的这个战略盘算怎么看？对啊，所以啊，这牵涉几个点，因为刚才你也讲的，我们讲的，这个战争打下来啊。有很多的消息真真假假，对不对哈？大家也在打信息战，信息战有真的有假的啊，到底是真或者我是吓你的，或者故意放话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目的到底是什么啊？目的是什么？因为川普的战争目的呢变来变去啊，一下说，比如说你会说啊，要政权更迭，他的核武，他的飞弹啊，或者还要支持他的这个人民起来就是抗暴，或者说海外的这个代理人啊。那现在呢，经过经济学人说，那到最后这些你都白讲，你也别听了啊，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荷姆兹海峡啊。那荷姆兹海峡呢？那伊朗说他要封，那么川普说我们要开啊。伊朗的封也没办法真封，川普的开也没办法真开啊。那川普想让他开，但是也没办法，因为这个开而迫使伊朗让步。伊朗要封也没办法迫使美国要能够停啊。双方都在讲。可是你再看，那他别的攻击跟荷姆兹海峡有没有关系呢？如果说荷姆兹海峡是最终的目的，那你别的攻击好就回到你的问题，哈克岛。
那哈克岛的攻击，因为现在首先呢，过去美国攻击是打它的这个军事设施。可是它上面很多储油槽，它的容量可以有3000万桶啊，到3月初的时候还有1800万桶在这上面。那你要拿还是要攻啊？还是说我的地面部队进来？川普也讲了，那我的地面部队我要找伊朗的浓缩铀，我找你有效最后取得的问题釜底抽薪啊。那可是取得浓缩铀事情跟荷姆兹海峡又没关系，对吧？所以你的战争或你的目的、你的手段跟你的目的中间怎么联系？那你是不是真的要？还是说你如果真的要的话，那你说他的估算说，假设他的算法，我要拿哈克岛，哈克岛目的呢？因为我用哈克岛目的逼你开放荷姆兹海峡。那如果荷姆兹海峡开放了，那哈克岛还要不要取得呢？那或者说我的部队要进来，如果算了以后，我就整个陷泥淖之中，我是不是还用这种方式来取得哈克岛呢？他内部也在辩论，伊朗也是这样子啊。你去打那 Diego Garcia 在印度洋中间，你打到那么远。当然，你说英国也在那边，美国战略目的是什么呢？对，他是讲说，也许制造一些恐慌，或者美国它的基地嘛，还有一些战略的冲的基地。可是你就打到 Diego Garcia，跟你的伊朗的战争有什么直接的一个结果？我觉得这可能这也要花点时间去解释。这一点，庆哥怎么看？或者对，我想大家一定要了解，1986年啊，就是当2伊战争的时候。这个伊拉克就打过哈克岛，然后他的报复手段就是封锁荷姆兹海峡。我们要知道，只有围魏救赵，没有即魏救赵。现在是你掐我脖子，我踢你卵子，他会放手吗？对不对？所以这是两者。从1986年到现在荷姆兹海峡总共有8、9次危机，每次是怎么解决？每次都是美国降温，那边伊朗也相对降温，交锋。事实上，美国现在这个财政部部长讲，我们现在已经容许伊朗的油这个经过荷姆兹海峡都是在放信号，意思就是说这个事情要降温。对，那个钟咔啦咔啦咔啦倒数计时是指向11月3号美国期中选举，所以那个坐在热锅上的蚂蚁的人叫做川普。对，所以这样听两位这样分析起来，其实就算成功占领了哈尔克岛，那不是重点，那不是重点。对。因为对于实质上的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开放，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没有因果关系。对，好，那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最近这个川普最新的发文，他有在松口考虑说呢，要逐步缩减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是最新的消息，而且强调，因为他在出 social 发文，他说呢，已经非常接近美国达成对伊朗的目标，包括呢。削弱这个飞弹的能力，还有呢，摧毁伊朗的国防工业基础，歼灭这个伊朗的海军、空军，以及呢，阻止德黑兰接近核能力。还有一点最新的就是保护中东盟友。好，进一步请教就因为讲到这个军方这边也有一些想法，美国的空军上将就表示说呢，美军为了要突破这个荷姆兹海峡派出了火力强大，像是 A-10空击机，还有阿帕奇的攻击直升机，那扫荡荷姆兹海峡上空以及伊朗南部海岸。A-10攻击机它是1976年就开始服役的，算是这个机种比较老旧的但是它的对地火力强大。那金哥又怎么看这个？因为从1976年就开始服役这次为什么还是变成美军倚重的打击力量？我必须要强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仍堪大任。这个系统它不断的升级，武器不断的进步。这个呢，基本上来讲，我们讲说这个就是耕田的马。是可以这个干苦活的。别小看老将，对，他是个 workhorse。这种是这个低成本，整个任务的成本是非常低，载弹量又大。但是不要忘记，系统不断的升级，武器不断的更新，所以基本的构型虽然不会改变，但它执行任务的能力一直在升级。单次任务的成本是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 B-52H 到现在还保留了在用，但是 B1、B2 那个更先进的那个当时用B1、B2 希望去隐形又是突防如何，那都随着时代。为什么？因为现在是靠的武器去突破反攻，而不是靠这个。但最重要，我还是要讲一句非常不客气的话：这个上将要打屁股。你现在把这个法宝拿出来，当初一开始动手的时候，他就在哪？你还没把它调去，换言之，也就是说，你当初就没有把它所有东西这个牌都已经准备好，你就动手打牌。你现在是再把一牌一张一张摊出来，现在感觉有点像见招拆招是吗？不是，这简直是害死你的组织川普，对不对？你是不是一开始就应该摊出来？对不对？你现在想到那你早干什么的？
那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你啊，在画面当中的中间这边啊，这个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哈，有一位伊朗防务专家，就是这位法尔金纳迪米。他说呢，伊朗仍然拥有大量的水雷，还有车载巡弋飞弹，以及呢数百艘完好无损，现在藏在这个沿海岛屿挖隧道当中的船只啊。言下之意就是说，美军你要想消灭得了我这个伊朗的有生战力，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难度在哪里？我想啊，第一，这个他们一定熟读这个《孙子兵法》，藏于九地之下，所以他把它藏得好好的。第二，这个人家讲师多不养，债多不愁，所以那个韩信点兵啊，多多益善，我就是靠多。1986年第一次开始有这个，就是说两伊战争时间封锁荷姆兹海峡这道菜，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端上来的时候，美国海军呢，在海军学院做了几十场推演，在1980年代，随着冷战还有波湾战争，大家都忘了所谓anti-SS 跟 SS deny 这个拒止跟区域拒止，就是那时候来的概念，不是我们现在台湾海峡大家把它硬套过来的。这个是老问题，吵了这么多年，但是眼见的伊朗军力这个准备越来越成熟，然后呢，这个军力是越来越强大，但是相对美国的决心以及他的能力是这样在衰退，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我只能讲一句话，这个就好像那个立式香皂的这是广告。他还有更多的等待你去发掘嘞，还有一些是都藏匿在现在好好的，你不知道他的法宝的，他现在陶醉。在战前我们谁想到那些无人机？没有人想到伊朗的无人机如何，对不对？所有战争千金难买一个早知道，而且在之前的战争也累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了。那当然，现在整个中东的局势在亚洲的我们也产生了，就是感受到这个蝴蝶效应。现在对于全球航运来讲，乃至于全球经济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金融时报也报道说，这个中东的战火现在冲击到全球海运的航线，航运公司不但大幅的加价，也改道运输，甚至呢把货柜卸在偏远的港口。现在整个市场呢，有点像是一个失序的狂野大西部。像刚才金哥也提到了，像 Maersk 还有就是包括说像是这个地中海航运、达菲海运，还有赫伯罗特都纷纷通知他们的客户，说呢要援引19世纪的海事规则，把这个货柜呢卸在最近的港口，但相关费用要由货主来承担。另外呢，受到了战争风险保险还有燃料附加费的推升，部分航线的价格呢已经上涨到原先的4倍了。比如说从英国到杜拜这个例子来看的就是每个标准货柜的运费已经从原本$1500飙升到将近$6000一柜。中东战争的冲击，短期对于航运对于这个油价来说这个推升一定是可想而知的。那对于航运业来讲呢，要怎么看这是危机还是利多？对它短线来说呢，它绝对是它的利多。因为航运业是战争的红利产业，这个红利来自于全球经济的失血。所以它在这里是这个船商赚的更多，但我们这个世界承受的成本就会高，我们就会有所谓通膨的问题。近期航运股真的是飙涨。对，那当趁火打劫的，发这个战争财。你像这个船商，他经过他要保险，目前你还找不到保险公司来跟你承保，是，而再保险公司也全部拒绝再保。那现在目前我们知道只有一家保险公司有做这承保，就是 Chubb， 就是安达产物保险。那他还要再加上美国政府的背书，那这个船商才敢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对于这些船商来讲困难度有多高。所以他们必须要寻求其他的替代方案，或者走好望角，或者走其他的管道。这个我们就不晓得，反正他有他的解决方案。但是对航运来讲，短期它是利多，但长期来讲也未必是利多，因为当所有的货万一发生通膨，所有的货在半路都会被弃货，就所谓的这个临时卸货的话，那整个供应链秩序会大乱。那到时候他的船还能不能载得到货就有问题了。所以长期它未必是就利多。OK， 对，其实船商也好，或是再保险公司也好，现在当然都非常的担忧，所以呢，他们也很期待的就是川普口中所说的要来护航最后简单请教一下建哥，短答就好了，你觉得有可能护航吗？
我觉得那个是很难，那是保证吃力不讨好，只有想办法降温妥协才行。OK， 因为从刚刚您提到历史以来的教训都是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次真正说是护航成功的。对，所以现在全球也在看川普到底什么时候会改变他的说法，让这个局势赶快降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中东的局势现在也影响到了原本计划好的川普访中行，因为川普呢在这个礼拜突然表示，他要把原定在3月底4月初的访中行程延后至少2周。川普说呢，因为他目前必须专注于处理伊朗局势，所以大概会在5-6周以内再展开他的亚洲行程，但是他并没有提供一个具体的日期。那外界也在想，是不是一旦这个日期就说死了，万一又往后延，那岂不是没面子嘛？好，南华早报也指出啊，北京方面对华盛顿的反复无常非常的不高兴。北京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成浩分析说呢，川普对于延迟访华的理由一变再变，一开始把这个延期跟中方是不是要愿意帮忙护航荷姆斯海峡挂钩在一起，甚至还公开威胁他不去中国大陆访中了。那后来呢又改口，说纯粹是会议后勤安排出了问题。好，但是这种朝令夕改的作风啊，很可能会让北京高层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美国内部现在的协调已经陷入了彻底混乱。问题来了，就是川普的访中这个行程啊，他的理由是一变再变啊。如果站在谈判策略角度来看，最近也有人说，这会不会是一个想要垫高一些谈判筹码的手段呢？老师，你觉得？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没这么复杂，就这么单纯。因为现在伊朗里面，对，因为基本上因为川普这个人是随性的嘛，他很率性的讲话说，我叫你们来护航，你不来以后我就不见你了啊，我这个可以延后，对，随便讲。所以你如果把川普的讲话每都当真，说哎呀你内部混乱啊，你是太不了解川普了啊。他的人实际上讲，他没有很当真。没有很当真的，所以你说是策略性的什么垫高，那是中国大陆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解读川普，就我觉得没那么复杂。那么难道你说这时候去，那当然这时候不好去嘛。比如说中国的支持上，他是支持伊朗的啊，他说这挺伊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你说川普他到见了习近平，第一个，那然后习近平看他们怎么谈这个战争呢？啊，那么是川普要伊朗要中国，你说你是劝伊朗呢，还是中国告诉川普说你不要打啦？到底这讲大家都有尴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晓得国际政治上的事情啊，一向都是有排挤效应。就哪一个事件忽然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以后，另外事件既然就被排挤下去，所以人的注意力啊是稀有资源。那我们现在全世界，你看我们每天，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绝大部分时间都还在谈伊朗，对不对？你不谈伊朗谈了多久？他打3个礼拜，你谈3个礼拜；他谈4个礼拜，你谈4个礼拜。对。你哪有精神就想说好好规划一下美中之间的谈些什么问题啊？那么怎么规划啊？那么这世界局势或怎么样？那既然没有时间来谈，然后你的行程缩短，你的议程不断的缩减，然后达成的效用有限。那这时候就不如不见嘛。确实，大家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中东。对，没有准备好就不要看了嘛，就不要来嘛。对，就不要来。所以你说中国大陆很生气吗？我说如果真的生气也是装的了，因为那时候来他才会很生气，因为来的时候你没把我当一回事儿，那就算吧，那就延后吧。延后就是说，那延后以后等到他打完。好，你刚刚也问了问题，那什么时候会停呢？那当然，有些学者的讲法就是说，来看看哪边武器用得完嘛，啊，武器用完了就停。那还有人的讲法，美国内部事实上有3派的辩论，对，有一派是说根本找个理由就停了吧，啊，要不然会影响到后面。几派的辩论，所以你说川普能不能决定呢？川普也还没决定，他也还在想，对不对？那你说，所以才说延了4周呢，还是5周、6周呢？不一定，不讲死。等他真的去了，好，战争一定已经打完了嘛。这就是我想接下来请教老师的是，因为刚才也提到说，美国内部的协调真的是陷入一个彻底混乱嘛？因为对照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啊，这个反恐中心负责人他就辞职，对，就是他们内部针对于伊朗的行动，
他看法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我们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他的内部有分裂，像 MAGA 内部也分裂嘛，有很多人不同赞成。你说新保守主义贾拉汉参议员这一派啊，或者班农这一派啊，或者说原来的像怀尔斯，像他幕僚长的，他们三个就是三个不同的意见，所以才叫辩论嘛。啊，那辩论等不等于混乱呢？因为每个政策执行都有辩论啊，那所以后面混乱要看川普最后的决策，所以哪一天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决定了要去的话，那中国大陆一定想说，那你现在延后了，你要拿什么东西更好的成果出来？对，那就是我们后面要看的。现在往后延啊，但中美双方在这段往后延的时间可以做些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期一直是改来改去啊，你看川普的这个口吻呢一再的改变。那当然，这个《纽约时报》也报道说呢，因为白宫方面呢迟迟不提供川普的议程细节啊，所以导致中美双方可能会达成的协议。那这部分恐怕又会有一些变数，让大陆方面相关的官员感到无奈啊。美国商界的领袖则表示说，目前为止他们也不清楚是不是自己会被邀请啊，跟着川普，那到接下来跟着他一起去中国大陆访问。好，我们回顾2025年10月份在韩国当时的川习会，双方曾经达成为期1年的贸易战停火协议，中方增加了对美农产品还有波音飞机的采购，美方呢也放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限制。但在今年呢，美方却针对中方连续启动了2项301调查，而中方商务部也立刻敦促美方应该纠正错误的做法，中方也会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那这些冲突呢，是不是也都替今年的川习会蒙上阴影？还记得吗？川普本来说今年他至少就是美国这边呢讲说至少有4次的川习会，但没有想到第一次本来是在3月底4月初就要如期登场的，现在却造成了难产。这段时间中美双方各自要赶快再准备的内容，陆老师怎么看？两边上个礼拜在这个欧洲谈了。何立峰跟这个 Bessenter 对贸易的议题，结果谈不出没有什么，所以他是说有建设性的沟通，但是没有任何的成果。这就可以看得出来，两边对于贸易的议题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那在美国这个最高法院宣判这个川普的关税无效以后，那美国又启动了301的这个调查，那中国大陆当然觉得非常的不高兴，那你又等于在破坏两边的一个过去的维持的这个和谐的一个印象。那现在呢，川普他根本不能在这时候去啊，因为你现在你在伊朗的战事焦灼，那如果你出国跑去跟你的战略竞争对手来握手，你要谈什么呢？贸易也没有进展，然后你又不是很风光的去，你现在一个泥淖里，那当然川普不会在这个时候去中国访问。那中国当然也理解这样情况，因为在这个时候中国跟美国谈的话，那中国会处于一个比较优势的一方。对川普来讲，这不是他所希望。对啊，那从他的书里面，我们知道《The Art of the Deal》里面，我们就看出来，他最喜欢极限施压。就像刚刚刘老师讲，他在出门前一刻发现，今天这个盘对我不利，我就不去了。这个交易对我完全没有好处，那我现在去中国做什么呢？我到现在没有跟他谈成任何交易。那我希望他这个知识产权保护，希望他金融市场开放希望他这个取消这个补贴国企，好像一样也没有做成。那他还是继续买我的大豆买我的这个农产品。那我们就维持这样子吧，就先想好了，等伊朗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再来进行下一步，跟中国要谈他的贸易议题。了解，刘老师会不会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个演变不在川普预先想好的剧本里绝对是的。他哪里晓得伊朗战争又打成这个样子？变调的音符，原本以为可以速解决他也许把事情想太简，就有2种了。一般来讲，有的人说这领导人做决策错了，就是旁边的人给的资讯错。另外就是他自己。那川普的一向的标榜就是他自己。我的什么就是他自己太过自信了。对，而且尤其除了川普以外，我们还得注意另外一个人纳坦雅胡这个纳坦雅胡的角色在当中也是颇耐人寻味。好，那么法新社有分析的说，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川习会呢，川普延迟了这个川习会很可能就是受到了伊朗冲突的牵制，因为呢，川普现在很难明确表达这个伊朗冲突什么时候会结束，而且还有一个大问题，面对这个传统的盟友都不愿意表达支持最近当然有了这个6国的联合声明，不过看完之后也觉得好像在打太极拳所以川普呢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很可能需要一场外交胜利。
那这个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位专家啊，叫做阿里韦恩，他就分析了伊朗战事。他说，这场本意是为了威慑北京的美国武力展示，到头来却反而戳破了美国无所不能的幻象。因为呢，靠着美国无法独自让这个荷姆兹海峡重新开放，所以华盛顿现在需要他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也就是北京，来帮他处理这场自导自演的危机。这样听起来似乎在筹码上中方略多，是这样吗？我想啊，大家不要什么事情啊都是解释啊，是要对着中国大陆，你知道，尤其是在台湾的所有媒体或者分析者，这样样事情，这个天下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对着北京的所有阴谋，这是不对的。我觉得今天真正呢，在川普上最大的压力，要知道，其中选举选不好，他就跛脚了。是，所以呢，11月第一个礼拜三，也就是11月30日啊。有435位啊众议员要改选，1/3的参议员要改选，34个州长这要改选。然后呢，假如你把 Vermont 跟 New Hampshire 那2年任期的州长再算上，36个州长，对不起啊，这个就跟这个下次的这个政治的版图的大洗牌啊，他一定要决定。但是不要忘记，2月28号中东开打。3月4号众议员选举开跑，对他现在啊，我的了解啊，这个北京啊，就是说所有驻美的这个人力以及去花了钱去雇这些政治公司，都在估这个选情，因为这个选情同样川普也在看，所以呢，他今天啊，所有今天要谈的经济的交易，无论是在这个叫做华盛顿州的跟波音有关的，还有他这个下游的厂商这样联系，还有那些就是种大豆的各州，7月份大豆要熟了，你一定要在那个熟了之前就把它，这个就是说敲地，要不然他仓储去年已经搞了一次这个飞机了，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会随着这个选情，假如转趋不利，他的焦躁感会更低。现在啊，就是说这个刚才骆老师有讲到了，贝森特跟何立峰这边谈，在 OECD 玩，然后 OECD 出来，贝森特一出来，你知道，你可以感觉到我的了解，这个说你缓一点来，其实是北京建议的，所以贝森特如获至宝，所以他那个碰到就是说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立刻对不起，这跟这个叫做北京那个叫北京派船没派船没有什么关系，立刻撇了这个我的了解，假如他要延迟，只是如何，就干脆顺势是吧？就是顺势，所以你要知道。这个究竟是这个川普那边，川普这个人啊，嘴巴上啊从不饶人，每次都觉得好像他主控大局。事实上，我们知道在这些所有峰会啊，有下面这12个字的原则：成交才能成局，成局才能成型。今年本来就要见4次面，你要的是风风光光来这边收获经济成果，去挽救你的其中选举的选情。因为现在各个这个所有的政治推估都知道，这个共和党可能惨败。对。惨败，后面2年他干总统也没什么意思了。没错，而且甚至有可能会面临被弹劾的这个风险。对，而且你要知道，他在那边万一众议院那边不合作，那个很多法案不能过，那后面根本就没有戏上。对，所以他现在是如热锅上蚂蚁，只是这个人从来不示弱。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觉得今天要分析，大家都觉得好像美国现在在对的，你不知道美国现在是我们知道龙虾换壳的时候是最脆弱的，现在面临其中选情的变化。对，这个北京的做情报的不是傻瓜，做分析的也不是傻瓜，现在全部都看这些，尤其那几个跟中国大陆贸易的那几个州的选情是最重要的。假如那些这个一下翻盘，那就是真的毁了选举啊，真的是对川普来讲，此刻当下最重要。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一看呢，我还要再提醒一个，对我们而言呢，就是王毅跟卢比欧谈的那个线，就是军售。他们一直在军售之中，美国到那个地方，就我们都知道他在谈，对不对？你每次就端出来6项保证，但是6项保证呢，我还是要重复一下英文，6项保证说我们不会谈的军售是 has not agreed to，意思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还没谈，他没有讲说 we will never we will not。
也就是说没有保证以后是继续保证的，就是说只是跟你讲，我们保证这一次之前我们没有谈。对，所以大家我多少年，我觉得我们研究美国政治，尤其国内很多事情，大家畏于去讲说那个6项保证根本有4项根本就不能算数，只有2项你还可以勉强相信。现在对川普来讲，其实就是要想办法找一个台阶下，而且要体面的下台阶。所以呢，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他的最新说法，强调说，日后维系荷姆斯海峡安全的责任，应该是由仰赖这条航道的国家扛起来。也强调呢，美国用不着荷姆斯，所以呢，不必负责来巡逻跟保卫。正好印证了刚才金哥先预期的这个，要美军要来护航，恐怕机会还真是小。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的两会近日落幕。那么台湾的国安单位分析说，今年两会的核心目标是透过“15+5”替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连任造势。那其中呢，维稳又是重中之重。在经济方面，大陆宣布了2026的 GDP 成长目标定在4.5%到5%这之间。发改委主任郑肇杰也宣布，政府计划撒下超过7兆人民币的重金，要来推动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讯网、城市地下管网，还有物联网，这总共有6张网啊。另外还要拨款2000亿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支持设备更新，推动制造业从规模领先转向实力领跑。郑肇杰也说呢，为了确保经济达标，大陆官方将会透过扩大政府投资、激发民间活力，双管齐下，成为支撑大陆内需的关键支柱。我们先来看这个要砸下7兆人民币这算是重金，要打造6张网，希望宏观的目标就是撑起大陆的内需，来帮助达到经济维稳的目的啊。那这个政策的关键支柱我们怎么来从当中来一窥一二？陆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的确，这7兆呢，打造这6张网呢，有它的这个投资的意义，因为它希望透过投资来强化它的消费能力。我们知道，这个大陆的这个消费一直占它 GDP 的比例是相当低的，它只有40%，美国是最高的，占68.5%，那我们台湾也大概60%几，所以大部分的国家它的消费占它 GDP 都是60%以上。那但中国大陆因为经济的一个目前的状况是迟缓的情况之下，所以消费本来就低。那当消费不振的时候，那政府一定用它的力量，就用投资来带动消费，刺激消费。所以它必须投资这7兆元打造这6张网。那这个7兆元有什么意义呢？它可以托底，就它的经济成长率是4.5%到5%。那我要至少我的底我要先保住，我们叫保底，他们叫托底拖住这个经济的这个成长，不要让它往下保在4.5%。对，保在4.5%。那还有，就当然中国大陆也是强调未来的这15+5呢，他们很重视，就是因为大陆工业的产值目前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可是他希望用 AI 的应用在所有的制造业的领域，所以他最重要的是希望所有的产业都用 AI 来去做，所以他是要发展这样的一个，这样他才能够在 AI 里面领先美国。这是他，你看过去14+5的时候，他这个电池太阳能、电动车是无人机，它目前都全世界第一。那再来就是 AI 的竞争，在科技的竞争。所以如果它能够在 AI 应用到所有的工业制造业产业领域的话，那将来在15+5就有它一个很重大的意义。所以现在这谈到的6张网就是砸下重金7兆要打造的6张网，也可以看成是目前面对整个中国大陆内部就通货紧缩，因为各国都在想怎么样因应通膨只有大陆目前是要想怎么样能够解决通缩。对，因为它维稳才是最重要，所以你看它维稳的经费是2兆，那它国防预算呢是1.9兆，所以维稳的经费呢还高于国防经费，是，所以你就重视。那维稳是什么？是公安是武警是这方面的，所以维持社会秩序的这个经费甚至重于国防的经费。OK。
在经济维稳之外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北京方面也持续推动这个军队的肃贪。那除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解放军代表团的谈话重点，它是聚焦在不能有二心之外，肃贪现在也延烧到了有这个歼20之父歼20之父的航空设计专家叫杨伟。那杨伟呢，最近无预警的在中国社会科学就是中国科学院的官网上面被移除了院士的身份与简历香港01的分析是说呢，这个院士荣誉遭到撤除，通常都是涉及到严重的学术违规、道德瑕疵，或者是触犯了国家法律。大陆的网上呢，这个网络舆论呢，也怀疑说，杨伟这次落马的风波很可能是不是涉及到歼20在开发过程当中，是不是有这个数据造假那整起事件的真相，当然要等当局进一步的说明。所以我们先来看这新一波的肃贪目的，那背后的一个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金哥怎么看？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用政治解读，但是我必须要提醒。解放军是铁打的营盘，没有说因为抓贪污就把它抓垮了。军队打仗本来就有损伤，那这个肃贪之中没有说是继续抓，要办到底，要动摇国本。他连周永康都给抓下来，你现在抓这些上将又是如何？对不对？我觉得这反而有点像对解放军的压力测试。抓到这么多这一拎起来跟这一挂粽子一样，抓了这么多人，你还能不能继续运作？我觉得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我们现在看呢，解放军的日常的这个战备运作演训，其实都还是循着一定的轨迹。是，当然最近从这个台海周边的这个就是解放军基建数量的变化，有人做了很多这些推估文章，但是我要强调一点，解放军所负责的领域不是只有台北，就是说台湾这一面对不对？但是呢，从今年的1月一直到现在为止这个穿越这个就是第一岛链的这个共军的基建除了2月28号那天有几批飞机之外，全部都停了，这个才是个真正很奇怪的。你觉得原因？我觉得不知道。我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跟普通名嘴不一样，我不知为不知，对不对？你不能胡说八道，所以你要有真正的这个证据来显示。但是确实，我们现在只知道真后，但是呢，名嘴厉害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扯出一个诠释。我只能告诉你，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必须要强调一点。有人要在那边讲说杨伟落马极可能到歼20这个开发造假，我跟各位讲，对不起，不是他一个人把战机做出来，那不是一个粘土捏就靠他一个人，那不是个艺术品那是一堆成千上百的，就是工程师还有测试人员这样弄，那是一个集体创作，而且他是设计的人。那不是计划主持人，计划的主持人还有真的，而且现在都已经是量产。你想想看，中间有多少环节，每个东西参数都要测试的，那个每一个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歼20造假是一个编得很拙劣的。所以这次的除名被撤除的话，怎么看这个事情？基本上来讲，假如是单一落马是个人的行为的品德的问题，假如是一连串的人落马，贪污都是集体的创作。后续可能还会有一些名单出来。对，后续还会有一定名单，但是呢，设计专家能够牵动的，他不是真正这个就是生产计划的主持人。生产计划主持人在就是说这个制造研发的经费上贪污，那要一个集体的合作。没错。我们就打个比方，像秦刚落马，事实上也只有他一个，没有大规模的整数，那就是表示他个人行为。所以今天杨伟他今天落马被整数，那假如没有其他牵连到别人，那就是个人行为，那就不需要在歼20上面再去做文章。确实，我们确实有很多人天天希望就是中国大陆歼20出问题，但不是靠这种方式吧？而且您刚刚提到说，其实如果就算后来抓出来所谓的数据造假这样的一个疑虑的话，也应该跟测试相关的人员那有太多人要牵涉，这个从头到尾今天都已经步入量产200-300架，没错。乖，这个东西要追查上了，可以上千万人啊。对，好，刘老师，我继续要请教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他们最近也发布了一个报告那也让外界这个有看的是一头雾水因为他们突然发布了30多页的2026美国情报社群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这个报告的内容当中指出，中国大陆现阶段并没有计划在2027年入侵台湾。2026年，北京当局呢可能会持续寻求在避免冲突的前提下，为最终促成与台湾统一来创造条件。
不过日本防卫省智库啊，就防卫研究所呢，他们最近则是透过卫星影像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现象啊，就是在台湾海峡沿岸，就解放军的航空基地正在逐渐的部署这个1960年代的老旧战机，就是歼6这一类型的战机啊。所以他们分析说，如果把歼6战机改装成无人机再利用的话，可以攻击敌方雷达、飞弹阵地，还有机场设施或者是关键基础设施，会迫使敌方必须进行拦截，而最终呢就达成消耗敌方的弹药跟人员的目的。我们先来看，就是这个歼6机啊，老旧战机被改装当成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部署，我们怎么看？不，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件事情了。第一个就是就刚刚问的日本人的他们的看法啊。对，就是我觉得这有可能了，就是他这块就是消耗我们的弹药和人员嘛。事实上，他有各种办法去消耗我们，包括他扰台啊，什么都是在消耗，都是消耗。但是最前面的问题讲说是不是2027？其实2027打不打，说打也是美国人讲的，说不打也是美国人讲，对不对？他说对要卖武器也是他，然后叫你就增加国防预算也是他。其实所有的打仗从来就不是单独说看武器，你要看大陆内部状况、台湾内部状况，还有整个国际情势，不是谁想打就打得了，谁武器赢就一定可以打得了。我们研究国际政治从来不是在真空里面进行，它有整个大的一个环境嘛。那另外呢，如果说中共要达成什么目的，是不是用武力是唯一的一个方式？他可能还有别的方式，就要讲，也许用和平的方式，或给你别的高压的方式、灰色地带的方式。所以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戒心，但是我们不要把自己给吓坏了。对啊，因为这才是一个比较正办的。打不打这个事情啊，其实。